一只山鸡正在啃食男人的手，突然大手猛地抓住了山鸡的脖子，山鸡挣扎了几下就彻底断了气。原来为了捕猎，这个男人已经把自己埋在土里，埋伏了3天3夜。吃完早餐，男人拖着扭曲的左腿，用双手在地上艰难地爬行。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水潭，可捧起来用鼻子一闻，水里全是硫磺，根本不能喝。男人有些失落。男人叫迪克，原本是一支舰队的老大，没想到遭到手下背叛，被骗到了这颗荒凉的星球上。打斗过程中，迪克摔下山崖，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，但还是摔断了腿。靠着坚强的意志，迪克清理出一条岩缝，他把断腿伸到里面，用力一拧，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脱臼的腿骨成功复位。就在这时，一群野狼被迪克的惨叫吸引了过来，迪克走投无路，只好一头扎进了身后的水潭里。野狼站在岸边虎视眈眈，始终不肯离开。迪克身上的血线味引出了潜伏在水潭里的怪物。到了比拼耐性的时候，幸好在迪克缺氧之前，狼群离开了这里。迪克小心翼翼地浮出水面，开始处理腿伤。他把左腿的护甲按在断腿上，然后再用2颗钉子扎进血肉。就这样，一副硬核的夹板就做好了。迪克找到一处干净的水源，刚喝了2口，阴魂不散的狼群就追了过来。他悄悄躲到岩石后面，却看到泥潭里钻出了蝎子一样的怪物。一只野狼被蝎子咬住后腿，很快就毒发身亡了。见此情形，其他野狼扭头就跑。水潭的后面就是充满希望的世界，可这些毒蝎却挡住了唯一的通道。在夜幕降临之前，迪克只能把自己压在石板下，躲过危险的夜晚。第2天，迪克冒着风沙外出打猎，恰巧遇到了一只濒死的小狼狗，把它带回山洞后，迪克准备做个实验。他在泥潭里抓到一只小的毒蝎，撬开它的嘴，挤出毒液，然后拔出毒针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注射器。迪克先在狗子身上做实验，他发现狗子很快就晕了过去，但没多久，他又变得生龙活虎。在掌握了安全的剂量后，之后的日子里，迪克每天都给自己注射毒液，如此反复，终于他获得了免疫毒素的抗体。现在到了单刷毒蝎的时候了，一只长着尖刺的蝎尾从泥潭里伸了出来。迪克解下身后的大骨棒，上去就是2个大耳刮子。眼看对方还不露头，迪克开始展开疯狂试探。终于被激怒的毒蝎一口咬在了迪克的大腿上，然而迪克早就对毒液免疫了。随即他弹出骨刀，干脆利落地砍掉了毒蝎的大脑袋。就在迪克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毒蝎王在他身后发动了偷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迪克一个鲤鱼打挺化险为夷，但下一秒，毒蝎王钻出泥潭又发起冲撞，直接把迪克撞飞70-80米。迪克丝毫不损，他抱着狗子拔出骨刀，紧接着一个滑铲，直接干掉毒蝎王。迪克穿过山谷，到了资源丰富的平原。大半年过去了，迪克的伤基本痊愈，小狗子也长成了大狗子。这天，迪克发现了一座赏金猎人遗留的信号基站，这里除了一袋狗都嫌弃的过期食品，几乎啥都没有。这时一股风暴席卷而来，迪克定睛一看，大雨下面全是肆虐的毒蝎，看来这颗星球不是久留之地。随后迪克打开紧急通讯装置，主动把自己的位置传了出去。赏金猎人驾驶飞船来到了这颗星球，一进门就看到了迪克的留言，要么留下飞船滚蛋，要么送你们去西北。赏金猎人当然不会认怂，开始以基地为中心展开布局。他们启动最先进的独眼龙探测器来寻找迪克的踪迹，紧接着又在附近埋下了数十颗感应米。可这些东西在迪克眼里不过是小儿科。到了晚上，迪克让狗子拔走了1颗感应米，然后他拿着感应仪在地上不断的敲打，探测器失灵乱转，刺耳的警报声搞得人心惶惶。没有办法，工程师只能拔下电源。几个队员外出探查，其中一人踩中了迪克布下的陷阱，当场去了西北。下一秒，另一个队员也遭了迪克的毒手。1个晚上过去了，赏金猎人连迪克的影子都没看到，队友反而伤亡惨重。这时他们看到迪克养的狗子，一个计划油然而生。这个女狙击手瞄准了千米之外的狗子，扣下扳机，一枪打在了狗子的屁股上。赏金猎人根据子弹传来的信号，骑着飞行摩托追了上去。他们跟着狗子找到了迪克藏身的山洞，众人启动武器，小心翼翼地摸了进去。一个黑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，受到惊吓的几人连忙开枪，直接给这个人上了电疗。等众人冷静下来一看，被打的竟然是之前失踪的同伴。原来这是迪克布下的调虎离山之计。此时众人开始警惕起来，而此时迪克趁着守卫力量空虚，偷走了飞船的燃料棒。他又主动出现在赏金猎人面前，卸下所有的武器和对方谈判，只要赏金猎人给他一艘飞船，迪克就归还燃料棒，不然大家就一起困死在这颗荒星上。然而谈判失败了，迪克转身正要走，赏金猎人却突然发起偷袭。关键时刻，狗子扑上来，反被一枪送走。安娜射出麻醉剂打中了迪克的胳膊，他连开4枪，终于放倒了这个强壮的男人。等迪克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雇佣兵队长约翰虽然跟迪克有私仇，但是为了队员们的生命安全，他一直耐心地寻求合作。而赏金猎人的老大肖恩只想着把迪克的头装进箱子里，然后带回去领赏。2人轮番上场软硬兼施，可迪克就是软硬不吃。他放下狠话，只要有机会松开手铐，6秒之内就能把肖恩的头装进箱子里。就在这时，风暴移动到了基地上空，在大雨的浇灌下，数不清的毒蝎破土而出。有不信邪的队员上前迎战，结果齐刷刷去了西北。眼见情况不妙，约翰想放了迪克寻求合作，可一旁的肖恩却不乐意了，非得上去动手动脚。可惜他技不如人，反倒让迪克把他的头装进了箱子里。I like to be a man of my word.
肖恩见迪克如此信守承诺，便放了他一块合作逃跑。随即两人骑着飞行摩托去拿藏起来的燃料架，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毒蝎。两人来到了目的地，可他们刚拿到燃料架，就被一群毒蝎团团围住。一番战斗下来，附近的毒蝎被刷得一干二净，迪克却不幸受了重伤，基本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见此情形，首领走过去抱起了迪克，可他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拿走了燃料架。眼看无数的毒蝎围了上来，迪克艰难地爬上山崖，可毒蝎越来越近，他不得不举起鼓棒继续战斗。几分钟后，迪克被逼到了绝路，就在他就要被吃掉的时候，密集的炮弹直接把地面洗了一遍，所有的毒蝎都被清理干净。肖恩竟然回来救他了。紧接着，安娜从天而降，带着迪克离开了这个危机四伏的星球。从此，他们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看完我只想心疼狗子3秒钟。